美国特种部队将领宣称要训练台湾军队打游击，别以为这是简单的脑子坏掉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日俄罗斯5月29号报道声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负责监督美军特种部队那位克里斯托弗·麦耶尔，本周呢跳出来宣称，美国应该强烈的考虑把突击队部署到台湾，以训练台军如何阻止潜在的中国大陆的入侵。根据那个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啊，就在今日俄罗斯的网站上，关于麦耶尔这个言论呢，有关一些网友啊进行了群嘲，认为麦耶尔呢非常愚蠢，脑死亡，他忘了越南，忘了猪湾事件等等。反正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国内相关的报道呢并不是很丰富，内容不是很多。另外，个别几个人又嘲笑了他，我们也无法得知麦耶尔这番话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就是这个想法千万不要简单的被认为是麦耶尔异想天开，更不要理解为美国人脑子有包，美国人脑子坏掉了，脑死亡，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美国特种部队为台湾军方提供训练早就有了。你看这几天就是美军那一个旅在台湾这个事情，很多网友都说这算怎么回事？其实为什么咱们这边没有马上动手打他们呢？因为美国人提供这个训练长期以来一直在提供，而且他们提供的过程中呢，身份做了修改。比如这次这个美军那个旅，他用的都是退伍兵，以民间身份不带武器，所以他用了一个呢，就是不是官方的身份，用了一个不是一个军队进驻的方式，在台湾搞的就是训练。而以前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都搞过相应的训练。这次提到的那个要把突击队派进去，突击队呢一般我们翻译成叫游骑兵，也是美军的特种部队之一。说起来还是当年在缅甸抗日的时候跟国民党一起组建起来的，跟国民党军有历史渊源的。所以呢，把游骑兵派到台湾去也算是回个娘家嘛，半个娘家。而以前我们也说过啊，从特种部队能力来看，解放军特种部队呢对台湾的某些特种部队评价还是不低的。我们知道台湾很多部队是草莓兵，那个是水平很差很烂的，但是海龙这样的部队训练强度就很高了。另外呢，台湾的陆军特种部队每年在台湾中央山脉也要搞集训的，训练强度其实也不低，一直就是打算打山地游击战，阻碍解放军有效占领，破坏后勤，骚扰侧后，牵制我方兵力。由于基本不可能获取制空权，所以台湾陆军也就没法组织大规模作战行动。这种情况下，游击破袭作战就有可能是台湾陆军最有效、最常见的作战方式。所以，这绝不是什么美军将领异想天开，而是根据了台湾的作战想定提供的极有针对性的训练支持。除了山地游击战，台湾特种部队一直还有各种特工任务、特种进攻任务，就是对大陆重要的设施，比如码头、机场、核电站进行破袭。去年他们一个将领还扬言，到大陆要炸幼儿园，要虐杀解放军家属，就是为了给解放军前线官兵制造心理压力。解放以前，国民党对付红军家属、解放军家属就是这么干的。如果未来无从解决问题，那么在台湾岛上必然我们会面临着山地游击战还有城市游击战两种模式，前者类似阿富汗，后者类似伊拉克。而且大陆这方面呢，还要面对台湾特种部队发起的各种恐怖袭击，而且初期我们在台湾岛上还没有充分站稳脚跟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反渗透、反破袭本身就会非常麻烦，而美军提供这方面的这种训练，怎么可能是小事呢？所以很多媒体如果仅仅把麦耶尔的话当成是笑话，就太轻敌了。对于台湾军队可能的这种垂死挣扎战法，我们不能够轻视。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把我们的反特种作战、反游击战练起来，我们的特种部队练起来。我们必须有能力、有决心，敢于下重锤，不能给这些小强太多蹬腿的机会。好，关于美军训练台湾特种部队的话题，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